大家早安！大家早安！我是乐吃够日本的 Fumi， 我是乐吃够日本的 Mimi。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好，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就是有北陆小京都之称的金泽。应该看到后面这个非常具代表性的古门，就马上可以知道了。那我觉得金泽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很有人文素养。不只是四周的自然景色很漂亮以外呢，当地也有非常多的美术馆，然后也有大家众所皆知的金箔。因为金泽这个地方呢，其实从历代的藩主啊，他们就非常致力于文化跟艺术的保存，所以在这个当地呢，不管像是能乐啊，还是艺术的发展啊，这些传统文化都保存得很好。其实讲到能乐，我们身后的这个古门跟能乐也有非常大的关联哦，因为它呢其实就是按照能乐里面的小鼓的意象做出来的啊，去设计的，难怪还有点那个腰线的感觉。没错，那除了古门之外，后面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大型的玻璃帷幕的建筑，它是非常用心，有一个典故在，就是因为金泽这边常下雪下雨。所以呢，为了让旅客出站之后不会淋湿，建造出来这个玻璃帷幕，叫做款待巨蛋，就是おもてなし的意思啦。没有，其实就是骑楼而已。好，那没关系，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旅程，先去买公车一日券。好，出发！喜欢日本旅游，爱吃日本美食，想看观光列车与四季美景，快订阅我们！记得开小铃铛，接收所有通知，才不会错过新影片。那金泽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呢就选择使用的是金泽的公车一日票券，这个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几个景点它都有到。那这个一日票券呢，成人的话是800块，如果搭一次是210块的话，也就是说搭4次就会回本。很划算呢，搭好搭满。如果你们要去那么多地方，然后你只想要单程搭的话，就用 C 卡也 OK。但如果你想要一日游，像我们这样子去好去满的话，就建议买巴士一日券。它购买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车站出来之后，前面的交通案内所，除了有这个传统的票券之外呢，它也提供线上购买，像这样子，网络上也是可以预先购买的。然后它使用的方式呢，就是你在下车的时候给司机看，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车了。那记得搭巴士的时候，大家要抽整理券。没错，上车的时候要记得抽整理券哦。好，那我们先去等巴士。好 ，Go Go！ 它的巴士15分钟就有一班的，不会像一些观光地区，它的巴士其实需要等比较久。这边的巴士还蛮快就有一班。这边还有地图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它的路线就是绕着金泽市区一圈，所以这些景点都会经过。那这个金泽周游的公车呢，它其实有分左回跟右回，其实就是顺时针跟逆时针的差异。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平日，所以只有右回，左回呢是只有在土日，就是假日6日的时候才会有，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哦。那其实很划算呢。它除了巴士以外，还有2个铁道也可以用。我们第一站马上杀来金泽必来的近江町市场。没错，这个近江町市场呢就被称为是金泽人的厨房。那来到近江町市场，一定要吃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海鲜。没错，因为金泽呢，它其实也离海边非常的近，所以当地的海产也是非常的有名。很多店家就是可以让你在那边现场挑选，然后现场开给你吃。对，现场立食。我觉得这边规划的很好，是因为它已经改建成一个半室内的空间，所以它其实不会有传统市场那种那么有鱼腥味的感觉。没错。然后它的鱼货、它的海鲜，我觉得都弄得非常的干净哎。因为现在不是有流行肠病毒吗？大家可能会有点担心站在路边吃会不会有一些食安上的问题。但我发现他们现在都有用透明的盒子把海产盖起来，让你可以吃到真的是干净又新鲜的。那我们就出发。除了现吃的海鲜之外，这边也有很多这种卖海鲜冻饭的店铺类的。我觉得这边其实也有一点点像改良后的士林夜市，就是一个蛮干净的空间，然后有卖一般居民可以买的食材以外，也有很多可以给观光客现场品尝的东西。对啊，采买的时候海鲜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新鲜、保鲜。没错，所以它这边有卖这个保冰箱 ，Cool Box，Cool Box， 而且很漂亮哎。然后这个就可以装冰块，然后保冰啦。
们现在要来排队吃超级有名的晋江丁可乐饼，然后现在刚排到这边，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选择障碍，这么多种要怎么选？我的天哪，每个看起来都超好吃。好，我们现在买到晋江丁可乐饼了。然后这一家呢，刚刚也看到，真的是排队排超多人的。但是呢，因为它都是现炸好，所以出餐蛮快的，不到10分钟就顺利买到了。这一家可乐饼很厉害的是，听说每一颗都是职人新鲜现做，在店里后面做的。然后呢，他们家的特色是他们都是用严选的食材，像是我现在买的这个叫做能登可乐饼，就是用严选的能登牛。所以通常日本人吃可乐饼都会加一些那种炸的酱汁，但是这一家他强调他们家是完全不用加酱就很好吃，马上来试看看。很香哎，它吃下去虽然没有办法咬到块状的牛肉，可是呢有一个牛脂的香气，而且它调味也很刚好，真的不用多加酱汁。外衣很酥脆。好的，接下来换我来试吃黑喉鱼这个版本的可乐饼，吃起来怎么样？海鲜口味的我觉得蛮少见。可是这一家很特别，是它有当地盛产的这个黑喉鱼的口味，然后还有甜虾口味，也是很有名。没错，那我为什么会选黑喉鱼呢？原因就是因为黑喉鱼是金泽这边盛产的一种鱼类，那它是产于日本海这边，它是白身鱼里面的高级的鱼种，感觉非常厉害。好，我来吃吃看哦。很鲜那个鱼肉的味道，它是属于味道比较浓一点点的那种鱼肉味，然后还有加一些类似海苔的调味在里面，外面是属于就是比较薄的、很细的炸粉，马铃薯的部分很绵密，很好吃哎。好，这个晋江町市场很有特色，就是它除了1楼以外，还有2楼跟 B1。1楼的话呢，比较多是有卖新鲜的生鲜嘛、蔬果、海产等等的。2楼的话，就是有一些餐厅，所以如果你想要吃正餐的话，可以到2楼，有很多饭面还有海鲜冻的店家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吃一点点小东西的话呢，就可以在1楼。好，我们已经点好了，来看一下。现吃的海鲜，我们点了2个东西，一个是牡丹虾，另外一个是盐牡蛎，超大颗的。然后牡丹虾呢，它是新鲜现杀，感觉应该是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好新鲜哦！有感觉那个浪潮整个袭来，一点腥味都没有。然后它边边的地方还有点脆脆的，所以吃起来有一个嚼劲，然后中间是 creamy， 2种口感一次满足。这个牡蛎也真的是现场新鲜现捕，对，打开然后现冲，再放回去。哇，太厉害了 ！OK， 开档喽。好，对不起了，夏夏。哇哦，超级新鲜，好扎实哦，那个虾肉，而且很清甜，真的是完全没有腥味耶，一口吃超级爽。你觉得刚刚加那个酱油有鲜味吗？提味的感觉，好吃。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游影片通知哦。好，我们现在准备要去东茶屋街，就是金泽这边最有名的景点。巴士的话，我们是搭到桥场町这一站，因为大家都说金泽很像小京都嘛，我觉得其实下车之后发现真的有点像因为刚刚这个浅野川啊，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像京都鸭川那边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再来往前看看东茶屋街到底是怎么样。这边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大部分呢，这些建筑其实里面都已经改成是小卖店啊，或者是咖啡厅等等，只剩下有5间茶屋还有在营业。5间茶屋还在营业，是有艺妓本人的吗？啊，对，真的假的？没错，现在还有，现在还有，但是呢，
很可惜的是，像这种艺伎屋啊，通常他们是不接观光客的，也就是不接非熟客以外的啦。啊，我好像有听社长讲过，他说这种有艺伎的茶屋，他们都是越界，等于说他们的客人一定对都要跟茶屋建立很深厚的信任关系，才可以进去消费，所以通常都是要熟人带进去的。所以可以报社长的名字。但是大家不用担心，这5家虽然大家不能随便进去，但是有2间非常厉害，叫做志摩跟怀华楼，这2间都是超过200年以上的，已经是被列为是古迹一般的。那这2家怀华楼跟志摩呢，它平常是有开放给一般观光客可以买票进去参观，大家呢就可以进去想象一下，到底里面实际上状况是怎么样子。然后，如果是有买巴士1日券的话呢，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折扣，像是怀华楼跟志摩，因为它要进去参观是要入场券的，但是如果你出示1日 pass 的话，它就会有一些折扣，50跟100块吧。对，大家别忘记要使用。我现在要来体验博一的超知名的金箔冰淇淋，它真的好奢侈哦！你看一整片的金箔贴在冰淇淋上，而且现在因为快要接近樱花季了，所以我们刚刚点了一个期间限定的樱花口味，超级可爱，外观也很漂亮。然后这个博一除了贩卖冰淇淋以外呢，里面还有一个土产商店，然后里面有卖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比如说像是盘子啊，或是用金箔制成的一些招财猫啊，或是武士的头盔等等，非常有传统风味的一些装饰品。所以大家在这边享用完冰淇淋，也可以稍微在里面逛一下。那要注意，就是东茶屋街不能在街上饮食，所以如果有买冰淇淋的话，可以在他们的内容区享用。试试看吧。如何加了金箔，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什么味道吃起来就是有一片薄薄的口感，还蛮神秘的。其实刚刚看店员现场制作的时候，觉得哇，好赞哦，感觉含金量非常高，就是1支1100，还蛮值得的感觉。那为什么会发明这个在冰淇淋上面放金箔呢？原因就是因为金泽这个地方其实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是金箔的主要产地。好像到现在也依然是整个日本金箔产地最高的一个地方。听说全日本有99%的金箔都来自于这里。也就是说，来到金泽一定要吃这个金箔冰淇淋，别的地方吃不到。好吃，好吃。拿到了我的神之水，我要开喝了。怎么这么大杯？超大一杯，在日本很少见好快乐。你点的是什么？我点的是他们家的招牌拿铁 ，Sway Cafe 的拿铁，来喝看。自家焙煎。哇，有够焙。真的吗？很焙吗？焙，香气蛮明显的。很好喝。OK， 有这一杯我就可以再站到晚上。好。这个兼六园跟金泽城公园其实就在隔壁而已。没错。然后现在我们在兼六园的入口啊，这边也有一个观光案内所。然后我觉得金泽这边它的观光做得蛮好的。没错，他们的设计都蛮贴心的，就有多国语言啊。所以大家来这边应该语言上不太会有太多问题。发现兼六园里面有一棵染井吉野樱的标本木，有一点点可惜，现在还没有开花。应该会是金泽这边开花的标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有满满的花苞了，到时候如果开花一定很漂亮。好的，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就是兼六园。那兼六园非常厉害，它是3大名园之一。3大名园呢，就是我们之前去过的冈山后乐园、慈城街乐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边兼六园。兼六园呢，也被认定为是国家特别名胜。这兼六园呢，它总共有6个特点。这6个特点呢，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呢，2个是有点相反的，比如说呢，宏大跟幽邃，又要展现宽敞气派，但又想要远离城镇，非常的安静。然后同时呢，又需要有人力，又有仓谷。人力呢，就是希望有人工雕琢之美，然后仓谷呢，就是在讲从昔日以来的自然之美。
再来最后一组对比就是水泉跟眺望，希望呢可以有水泉、水流、池塘等等水量丰沛，又希望可以眺望好，所以要在远处。所以呢，其实要兼具这6种优点是非常不容易的。真的。但是呢，这个兼六园都有兼到。这就是那个兼六园的由来，它整个环境呢，总共有11万平方公尺，里面就是像刚刚讲的，有很多这种人工的小山丘啊，或池子啊，也有一些小卖店之类的。我觉得很大，大家可以安排个大概1-2个小时来好好走走逛逛。我们现在马上看到这个兼六园的代表灰枕灯笼，很少看到有灯笼腿这么长的。有多高啊？2.67公尺。是哦，感觉腿超长的女团腿灯笼。然后呢，它的意思就是讲说，因为它的姿态非常的优美，很像是支撑琴弦的琴柱，所以它就叫做微枕。好，我们现在来到了金泽城。那这个金泽城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它是在1583年的时候，有一位前田利家这位藩主下令建造而成的。这边呢也有非常多很值得一看的看点。在2008年的时候，这边也被选为是国家历史遗址。那像是我身后的这个叫做石川门，还有前面的呢30间长屋，都是这边非常值得一看的亮点。此外，还有很值得一看的是这边这个50间长屋，它是金泽城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建筑，它的长度高达98公尺。平常呢是作为放置武器的武器仓库，但是呢在紧急状况的时候，因为它非常的长嘛，所以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城墙来保护主要的这个城国2之丸。而且呢，听说这个造法是用日本的古老的技术木造轴组成的工法，全部都是用木头拼接而成的，都没有使用任何一根钉子或螺丝，但是呢却能保持到现在，真的很厉害耶。然后它另外旁边呢还有另外2个叫做铃鹿跟桥爪门续乳，也是以前非常厉害的工艺，在攻城的时候，在防守的时候非常有用的一个设施。我们等一下过去看看。好。好，我们刚刚逛完金泽城跟兼六园然后呢，现在要去吃晚餐哦，肚子饿，超饿，走好多路哦。那晚餐呢，我们今天想要去吃的是金泽这边的咖喱哦，因为金泽的咖喱非常的有名。然后听说它跟一般的咖喱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非常的浓稠，颜色偏黑。那它有分非常多的派系，我们今天要去吃的就是其中一家。哎，到了，到了，就是前面。它有这个小香肠，它很特别，就是有炸猪排跟刚刚讲那个维也纳小香肠，然后跟汉堡排。好好笑，这很直男料理耶。还好吧，但是它有那个高丽菜丝，所以很均衡。好，它虽然外表看起来我觉得朴实对，蛮朴实的，但是它其实是昭和46年创业的老店，所以至今已经有差不多50年的历史。没错，它的塔贝洛克的分数非常高。我们的咖喱来了，然后我点的是他们招牌前3名的炸虾咖喱，然后富米点的是3样我全都要，看起来超饿，是他们家最红的招牌商品。然后里面有猪排、汉堡排跟香肠。金泽咖喱的特色啊，就是你看它的咖喱酱是整个把饭盖在一起的，所以呢，原本我们2个都是咖喱不拌派，没得选，只能拌在一起吃了。然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上面对会有高丽菜丝。然后另外我刚刚还有加一个东西，就是福神滋。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吃日式的料理的时候加福神滋，有加才对味，然后吃到后面也比较不会腻。OK， 那我们赶快来吃吃看。好。好浓哦，很不像咖喱耶，怎么那么辣？它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的味道。它跟
一般我们吃到的日式那种图蒙特蜂蜜它也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温和，不是偏甜的那种类型，它就是酱汁比较浓厚，比较咸一些。它是一吃进去，砰，直接给你一击的那种，很凶哎。你看它炸炸的很脆，然后这个价格我觉得还算蛮划算的。我刚点这一大盘1100，然后富米点的呢是1250。它的这个炸猪排啊，非常的酥脆。另外这个小香肠啊，跟汉堡排它一样也是炸过，但是汉堡排感觉是有些可能蒸过之后，里面是软软的状态，然后外表呢是有炸过，就酥酥的这样子，分量非常够，非常多，然后味道也很重口味，很下饭。如果你是吃口味比较清淡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太刺激。不过作为体验，我觉得还不错。可能可以配一些这个高丽菜丝吃。有清爽一点。嘿嘿。好，我们现在完成我们的金泽一日游，回到金泽车站了。吃好饱、你觉得怎么样？真的吃太饱，刚那个咖喱很大份呢。金泽的食物呢，真的是分量很多，但有合你的胃口吗？老实说，我觉得还好。我觉得金泽的食物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合胃口。可是我很喜欢整个金泽都市的氛围。然后这一趟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可惜的，就是我也很想要去那个21世纪美术馆，但是这一次我们行程排的比较紧一点点，所以这次来不及去，因为感觉去那边就要安排一整天时间。真的。所以呢，没关系，就帮自己再留一个借口，之后还可以有机会再来。没错，我的话呢，我觉得其实食物的部分，我就有一个地方要帮它平反一下，就是我觉得海鲜很好吃。对啦，很新鲜，不错。金泽这边实在是整个环境太优美，然后我感觉可以就是慢慢的走一整天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要再来二访。想要走慢一点点，然后悠闲一点的行程。对，所以我们这一次虽然帮大家示范的是一日游比较短一点点的行程，但大家如果有时间想要好好感受整个金泽的都市氛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留1天以上，可以在这边过一晚。没错，然后如果要长时间待在这边的话呢，一天要搭很多次公车的话，就记得一定要购买这边的金泽巴士一日券，划算。没错。OK， 那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一个景点，下次影片见，拜拜。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长。我作为新人歌手出道啦，现在已经发布了《Sushi Party》、《Osaka Explorer》、《Timeless Kyoto》3首歌曲，接下来也会继续制作更多日本47都道府县的歌曲。想看更多精彩 MV， 接收更多日本旅游资讯，请订阅吉田社长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们哦。好，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拍摄的金泽一日游影片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我们现在还有持续在进行你问我答的活动，如果大家对日本旅游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会再拍一支影片来解答大家的问题。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